最近，一组王一博和吴磊在西藏骑行的路透视频悄悄冲上了各大平台热搜。没有精修滤镜，没有刻意摆拍，更没有偶像剧里永远干净帅气的镜头。高原烈日下，两个人被晒得满脸通红，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衣服上沾满灰尘和泥点，推车上坡时甚至累得连话都说不完整。很多网友看完后忍不住感叹，这真的是王一博吗？这还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闪闪发光的顶流明星吗？但恰恰是这些看起来不够完美的画面，却让无数观众破防了。因为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离开聚光灯后的王一博也会疲惫，也会喘不过气，也会在高原缺氧的时候咬牙坚持。而这份真实远比任何精致包装都更有力量。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王一博和吴磊这次西藏骑行会让无数网友集体共鸣，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这种去滤镜化的明星，而王一博身上又究竟藏着怎样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如果你也被这段骑行视频触动过，欢迎先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那么我们正式开始。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组路透时，最大的感受只有2个字：真实。真实到甚至有点不像综艺节目，因为这些画面里没有精心设计的情节，没有提前安排好的感动，更没有那些熟悉的明星旅游模板。镜头里的王一博和吴磊就像2个普通年轻人，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青藏高原，面对的是海拔4500米以上的空气稀薄，面对的是随时变化的天气，面对的是体力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根据相关报道显示，他们连续数天都在高海拔地区骑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而对于演员来说，这种拍摄方式显然更加困难，因为镜头不会因为你累了而停止，不会因为你缺氧而暂停，更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降低难度。正因为如此，当大家看到王一博满头大汗推车爬坡的时候，才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恰恰成为了整个故事的第一个高潮。为什么如今的观众越来越喜欢看这样的内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值得思考，因为过去很多旅游节目都追求一种完美，完美的风景，完美的妆容，完美的表情管理，甚至连嘉宾流汗都要经过后期修饰。但问题来了，现实生活真的有那么完美吗？每天挤地铁上班的人，每天加班到深夜的人，每天为了生活奔波的人，谁的人生是开着滤镜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观众看到王一博在高原上累得说不出话的时候，大家反而产生了共鸣。评论区有网友写道，他喘气的声音和我爬公司楼梯时一模一样。还有人说，第一次觉得明星和我们离得这么近。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如果所有明星都只展示最光鲜的一面，观众真的会被打动吗？还是说，正因为王一博愿意展示最真实的一面，才让大家看到了他的魅力？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思考。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把整个故事推向了第2个高潮。很多人都知道，西藏最迷人的，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挑战。白天20度左右的气温看似舒适，可一到夜晚，温度会迅速下降，寒风裹挟着高原空气扑面而来。节目组曾透露，甚至连保温杯都被冻裂过。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已经足够艰难，更何况还要完成长距离骑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王一博依然坚持完成每天的骑行任务，没有特殊待遇，没有额外照顾，镜头记录下来的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年轻人。有网友说，王一博明明可以舒舒服服待在空调房里，却偏偏选择来受罪。这句话听起来像调侃，却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王一博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待在舒适圈里的人。
熟悉他的观众应该知道，无论是摩托车比赛，还是极限运动，又或者影视作品中的高难度戏份，王一博似乎总喜欢挑战别人不愿意尝试的事情，而这一次的西藏骑行同样如此。问题来了，为什么王一博总是在不断挑战自己？他究竟是在证明什么？是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是在寻找某种更重要的答案？当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王一博的形象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明星，而更像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普通年轻人。这种成长感，这种拼搏感，正是无数年轻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地方。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何尝不是每天都在面对属于自己的压口？有人为了工作咬牙坚持，有人为了家庭努力奋斗，有人为了梦想默默前行。区别只在于，王一博把这些坚持展现在了镜头前，而我们则把这些坚持藏在了生活里。然而，真正让无数观众彻底破防的，其实还不是高原骑行的艰难，而是那些被很多人称为废片的瞬间。这也成为整个故事的第三个高潮。在如今这个时代，太多人习惯了经过包装的内容，习惯了精修照片，习惯了完美人设，习惯了永远积极向上的标准答案。但这次节目却保留了许多看似不完美的画面，比如王一博帮路边骑友修自行车的时候，双手沾满机油，脸上全是汗水，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又比如吴磊学习藏语问候，一次又一次被纠正发音，连续10几次都没有说标准，但他依然笑着重新学习。这些镜头如果放在过去，很可能会被剪掉，因为他们不够完美，甚至有些狼狈。但恰恰是这些画面反而成为观众最喜欢的部分，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再是明星，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一刻，很多网友突然意识到，原来王一博也会累，王一博也会犯错，王一博也会遇到不会的事情。可即便如此，王一博依然愿意尝试，依然愿意坚持，依然愿意一步一步向前走。这不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吗？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如果有一天你也面对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你会像王一博一样坚持下去吗？你会选择继续向前，还是转身离开？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答案，但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整个故事也终于来到了最重要的顶点。真正的高潮其实并不是王一博骑了多少公里，也不是王一博完成了多少挑战，而是在所有疲惫、缺氧、寒冷和困难面前，王一博始终没有选择放弃。很多人都说，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是什么？有人说是真诚，有人说是勇气，有人说是坚持。而王一博这次骑行似乎把这些品质全部展现了出来。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来到西藏，也没有人规定他必须挑战高原骑行。作为顶流艺人，王一博完全可以选择更轻松的工作方式，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辛苦的路，因为他知道，真正有价值的经历从来都不是坐在舒适区里获得的，而是在一次次挑战中积累出来的。当镜头记录下王一博推车翻越垭口的画面时，很多观众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一种态度，一种面对困难不后退的态度，一种面对未知依然愿意前进的态度。而这也成为整部节目的灵魂所在。不过故事到了这里，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为什么这样真实的节目反而比那些精心设计的综艺更受欢迎？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追求这种去滤镜化的内容？这便是整个故事最大的矛盾与思考。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已经见过太多包装，太多营销，太多刻意制造出来的人设，大家真正缺少的反而是真实。当王一博满头大汗推车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自己加班后的疲惫，
当王一博气喘吁吁爬坡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当王一博咬牙坚持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自己曾经坚持过的梦想。于是，明星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屏幕不再是一道墙，而成为一种连接。这种连接来自共鸣，来自理解，更来自真实。而王一博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讨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完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敢于展现不完美，敢于接受挑战，敢于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所以大家才会被打动。事实上，回顾王一博这些年的成长轨迹，无论是演员身份，还是赛车手身份，又或者舞者身份，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从不害怕困难，也从不害怕重新开始。别人看到的是成功，而王一博更在意过程；别人关注结果，而王一博更愿意投入精力。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次次突破自己的边界，一次次带给观众新的惊喜。西藏骑行只是一个缩影，它让更多人看见了镜头之外的王一博，看见了那个认真、执着、努力且真实的王一博。而这份真实远比任何滤镜都更加珍贵。视频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真正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多么壮观的风景，也不是多么华丽的特效，而是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来的勇气。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当风沙迎面而来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前进？当所有人都在追求完美的时候，王一博选择了真实；当所有人都害怕失败的时候，王一博选择了挑战。而这种精神也正是越来越多人喜欢王一博的重要原因。那么，对于这次西藏骑行，你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最打动你的画面是哪一个？你是否也曾经为了梦想咬牙坚持过？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王一博的故事，喜欢这样有温度、有深度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黎春正。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的观看，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像王一博一样，保持热爱，保持勇气，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